大家好，我是一佩，今天我们一起来试吃未来肉。好，我们今天要来试吃所谓的100%由植物所做成的未来肉。其实呢，一佩是一个很喜欢吃素食的人，因为呢，其实吃素让我个人的感觉是比较清爽，对身体也比较没有额外的负担。不过呢，有时候因为工作比较忙碌呢，一时之间呢，可能找不到吃素的地方，或者是呢，做起菜来感觉好像比较缺乏较多的选择。那现在呢，除了素肉之外，又有所谓的未来肉。那什么是未来肉呢？好，那这未来肉呢，是由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以及好莱坞的巨星里奥纳多等多人投资的美国食物科技公司呢，经过7年的时间，耗资2亿的美金所研发出来的未来汉堡肉，也就是 Beyond Meat。他们大力推广呢这个友善的地球饮食。2018年 Beyond Meat 跟 Impossible Food 2家食品公司呢，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地球卫士奖的奖项。他们认为呢，这2家公司呢，可以说是创造了完全以植物为基础的这个肉饼呢，复制了肉的味道跟外观哦，减少了人类呢对畜牧业的需求。我们来看 Beyond Meat 它所推出的汉堡酥肉排，以成分来看呢，有水啦，还有豌豆分离蛋白、芥花籽油、椰子油、增稠原料、马铃薯淀粉呢、香料以及麦芽糊精，还有酵母的萃取物以及盐等20多种。简单来说，它血红的颜色呢是来自于甜菜根、苹果或是石榴，油脂呢是来自于椰子油跟芥花油，那么碳水化合物呢是来自于马铃薯的这个淀粉，那蛋白质呢是来自于这个豌豆还有绿豆。那其实这个未来肉呢跟素肉有什么不同呢？其实人造肉的原料以及制造技术呢，跟这个传统的素肉是差不多的。主要的差异呢，是在于素肉的蛋白质来源呢，主要是从黄豆而来，但欧美人士呢，采用小麦以及豌豆比较常用的食材来作为主要的植物蛋白的来源。好，说了那么多呢，其实我们现在要品尝看看啊。那我手上有这个所谓的 Beyond Meat 哦，那我刚刚把它煎了一下哈，因为我平常工作比较忙碌哦，所以其实简单的烹调对我来讲压力不会太大。那沙拉是我昨天就已经做好的，那我现在就来试吃一下咯。好，我们现在就来试吃所谓的这个未来肉。好，那我刚刚呢，因为我把它煎了一下，然后加了一些沙拉哈，我们来吃吃看这个未来肉的感觉哈。好，好，其实我觉得它的这个口感呢还算是不错的，因为有时候呢我们会从这个视觉呢去感觉我们在吃的东西哦，因为我们看到的还是这个汉堡肉的感觉，然后根据我们大脑所反射出来这种熟悉的味道哦，其实你感觉吃起来是不会相差太大的。但是呢，你咀嚼之后呢，你会发现说，它的感觉其实还蛮清爽的哦，就是说你吃了几口之后呢，感觉比较没有肉类那种比较厚重的一个感觉哈，就是感觉会比较清爽一些。那其实我觉得相差，其实说真的不是太大哎。好，其实这个 Beyond Meat 哦，跟这个未来肉厂呢，他们的这个宗旨呢，是要创造未来的蛋白质，而不是要取代所谓的肉类。它只是想要提供一种替代的选择。其实素食呢本来就不应该是一种压力，甚至呢可以很弹性哦。因为现在全球吃素食的人口是越来越多了，台湾的素食人口算是蛮高的，而且有很多人呢是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以不杀生的动机呢来吃素，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呢是因为要保护自然环境跟维护动物的权益呢来吃素食而成为素食者，也所谓的 vegan 哦。好，其实根据研究显示呢，要制造等量的蛋白质呢，生产牛肉比大豆或是扁豆呢所必须消耗的这个水呢高达6倍之多哦。那因为肉类制造业快速成长，那喂养牲畜谷物的需求也越来越庞大，因此就要消耗更多的这个水资源。而生产一份呢这个牛排的这个过程呢，会制造330公克的碳，相当于我们开车4.8
8公里所产生的碳哦，而一份分量相当的蔬菜呢，碳排放却只有14公克，相差将近24倍。好，那还有一个数据呢，其实是 Beyond Meat 他们所调查的，就是美国人呢平均一周吃3颗汉堡，那么一年下来呢会吃掉500亿个汉堡。如果呢把这些牛肉呢都换成是素肉的话呢，可以提供230万个家庭一年的这个用电量哦。所以呢，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呢都尽量可以试试看所谓的这个未来肉。当然呢，就是希望将来这个价格呢可以再普及一些就更好。那我相信未来也会有更多新的素食的商品呢会来推出，下次呢我们再一起来试试看。那么1Pay呢，下一次呢也会来试试看自己怎么样来做这个未来肉的 DIY 哈。好了，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那欢迎大家记得订阅刘1Pay频道，同时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这样才可以随时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哦。我们下次再见喽。